猫耳、水手服、半裸、二次元，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关键词会想到什么？哎，没错，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汤姆。朋友们，说到猫和老鼠这个 IP， 大家肯定是一点都不陌生了。作为最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，可以说是很多80后和90后的集体童年回忆了。那作为华纳的招牌之一，猫和老鼠火爆之后呢，也被众多的厂商做成了各种游戏，包括我小的时候就在游戏机上边玩过一款单机的猫和老鼠。作为国内最知名的 IP 之一，肯定呢也是被国内的众多大厂盯上了。其中呢就包括咱们的主角啊，也就是猪厂在19年发布的猫和老鼠手游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，拥有着这么有知名度的IP， 猪厂是怎么把这一部好棋给下烂的。开始吧。其实最早在15年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媒体爆出来了，说网易花了巨资购买了猫和老鼠的游戏授权。后续呢，网易就推出来了一款叫做《猫和老鼠》官方手游的纯跑酷游戏。毕竟那个时候的天天酷宝还是蛮火的。但是啊，怎么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认识中的这个样子呢？这个要从另外一款游戏开始讲起了。这款游戏的名字啊叫做《第五人格》。第五人格上线之后啊，非常的火，据说当年的火爆程度啊是能干翻王者荣耀的。然后呢，网易估计也是尝到甜头了，就把猫和老鼠啊也改成了这种非对称竞技的模式。但这个呢都是网上传的，毕竟改一款游戏啊还是蛮复杂的。这款游戏的立项啊，那肯定是很早就开始进行了。所以当时网易内部它其实是有2款分对称竞技游戏的，一款呢就是2D 的偏卡通一点的猫和老鼠，另外一款呢就是3D 恐怖风格一点的，虽然说现在一点也不恐怖的第五人格。那有关于第五人格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后续咱们也可以单独开一期视频讲一讲。那我们话说回来，就在猫和老鼠这个巨大的 IP 热度加持之下啊，19年的5月31号，猫和老鼠正式公测了，正好呢还赶上了当时的6·1儿童节。你说你这个日子不是提前安排的，我是不信的。目标人群呢也很简单，也就是对猫和老鼠感兴趣的这一部分大人和小孩。上线之后呢，也是非常的火爆，短短7个月时间就号称啊自己的用户量已经破亿了，服务器呢还经常出现这种排队的情况。但这款游戏呢依然没有躲过网易游戏高开低走的魔咒，1年之后的热度啊就急转直下。这到底经历了啥呢？用网友的话呢，就是刚开服的时候叫猫和老鼠，过了1年叫猫和老虎，再往后边就叫氪金老鼠。总的来说呢，还是一句话，猪厂的吃相啊有点过于难看了。作为一款非对称竞技游戏，它的平衡啊做的真的是不咋地。为什么叫非对称竞技呢？也就是1v4，一个猫抓4个老鼠，它不是那种MOBA游戏的那种5v5。这种游戏啊，对策划的能力要求啊，无疑是非常高的。但不幸的是啊，猫和老鼠的策划能力好像并不够。玩这个游戏啊，猫的玩家觉得猫这边太弱了，老鼠的玩家觉得老鼠这边太弱了，头疼一头，脚疼一脚，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平衡点。而且呢，策划我感觉也是偏向于老鼠这边的，毕竟老鼠这边4个玩家，猫这边你只有1个玩家。玩家啊可以明显感觉得到，新出的老鼠啊，一般都会强势一段时间才削弱，但新出的猫没几天就给你砍了。山门，我日你仙人！所以每更新一次，玩家呢就会流失一批，但这也是非对称竞技游戏的通病。你每出一个新角色，都会是对整个游戏平衡一次巨大的挑战。但是这也没办法，因为游戏公司它是要靠推出新角色来赚钱的。新角色不强，那谁又买呢？没人买就不赚钱，不赚钱游戏就停服了。那我新出来的角色就必然得强，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。策划呢好像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于是呢猫和老鼠在21年推出来了一个新模式，叫做谁是外星人，有点类似于太空狼人杀的那种模式，吸引了一大批的未成年人。于是呢就有很多的玩家吐槽，玩这种模式啊千万别开麦，不然啊直接让你心肺骤停。我靠，你他妈有本事别跟我姐妹呀！2号和3号，你2个是个鸡巴。那随着这一批新的玩家加入呢，也让游戏的环境悄然的发生了改变。这也是我们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了，也就是猫和老鼠的受众群体出现了问题。因为我们知道未成年人的话消费能力是比较低的，但猫和老鼠呢是有皮肤的，而且皮肤它有碎片，这其实是游戏的收入大头。但光靠未成年人是很难撑起这部分收入的。而由于游戏环境的改变，很多成年人呢也选择了离开，这就导致了游戏的流水进一步下降。而随着21年底史上最严防沉迷的到来，对这款游戏啊就是进一步的打击。而且这款游戏对新人也不是很友好。你要是猫玩家碰见那种上来就开车队的，就跟遛狗一样，溜来溜去的，心态直接爆炸了。你要是单排玩家呢，那你呢会看到很多那种非常迷惑的队友，还是很难赢。所以啊，在玩了这款游戏一段时间之后啊，我就觉得这款游戏不太适合我，因为我每次玩完之后火都很大，就有一种无名的怒火熊熊燃烧，越玩越难受，所以我就不玩了。但最关键的原因啊，可能还是因为我没有朋友，找不到人跟我一块玩。而且这款游戏的 bug 修的也很慢，作为一款竞技游戏啊，这还是很影响游戏体验的。一个 bug 甚至给你放几年才修，别问就是底层代码。那后来为啥又修了呢？当然是我们突破底层代码了，咋了？还得夸你2句的不成？我呸！
如今的猫和老鼠啊，可以说也是没什么热度了。很难想象啊，一个家喻户晓的知名 IP 能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出产的游戏啊，总是这样。你像什么《哈利波特》、《猫和老鼠》、《明日之后》、《第五人格》、《幻术启示录》，上线第1年都很火爆，但又突然间这个热度啊就急转直下。幻术更是直接停服了。算来算去呢，好像也就是《第五人格》稍微好一点了。真不知道网易什么时候啊才能跳出来这个高开低走的魔咒。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说对视频感兴趣的朋友，也可以点个赞，并且关注一下。我们呢下期再见。